渭水寒。少年初入仕，心灯一盏耀长安。刀光映追魂，猎户捉妖归无散。饮马白鞍，同袍渡劫难。愿如梦似幻，明轮回夜半，路只手闯关。我与你此生看来这名斥候在求援的途中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糟了，长史受凉了，我去配点药。杀不死，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铠甲是汉时的铠甲，人也是汉时的人，或者说，是尸。公胆包天，给我抓住他，押赴刑场！怎么有股尸臭味儿？朝罗门，恩人啊！别喊，别喊，朝罗门，别叫，朝罗门是黎明星的意思。以前戴着这个面具，到处救人、帮人，所以他们给我起了这个外号。黎明星。看这声势，这黑熊应该早就死了才对。这是你们两个那边，是。赵子龙，快醒醒！离火花粉！一到冬天就蔫蔫的，说不定正冬眠呢。分头，这边什么分头？不管。去哪儿了？人呢？司机长，是。怎么办？喂，二位，请跟我来。把所有箱子都查一遍。是。没有啊，那边分头手。是。二位这边请。爹娘，我把人带回来了。啊。哎呦，这么客气，还带了菜来，正好有俩个。不是菜。你会说话？妖怪！夫人莫怕，这是好妖怪，不害人的。对对，是好妖怪，是好妖怪。李长史，看你们带着这妖怪，我相信驱魔司还是有点本领的。为什么赵子龙能证明驱魔司有本领？
这位是我夫人，这位是我女儿。我叫秦轩。原来这位姑娘是秦刺史的千金。今日多亏秦刺史出手相救。哎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夫人，今天有贵客，加几个菜。好。轩儿，你下去取些酒来。好。郡王先入为主，凉州城内的兄弟们多有得罪之处，还请李长史海涵。你相信我今日所言？12年前，我在沙洲见过你们说的妖怪，他们名唤尸鬼。胸口被利刃划破，一击毙命。血还没有完全干透，这里像是经过一场掳掠，怎么尸体都是些老弱妇孺呢？节哀顺变。让你母亲入土为安吧。尸臭。你在这当心，我去追杀人凶手。李明星。回村庄去，我会回去的。李明星，李明星，罢了，骑上来吧。你是第2个骑过的人。
这样下去太难找了。这是我初次见到尸鬼是在12年前。那夜我与校尉带兵拉练，奈何风沙骤起，我们在雅丹迷失了方向，徒步在戈壁中走了3天3夜。就在我们都以为再无生机之时，一名身穿汉时甲胄的将领，带着上百名士兵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的长相，我过了12年仍记得。那双眼呈白色，皮肤则是斑驳的灰色。他是一具尸体，汉时的尸体。汉时的古尸，至今已有8、9百年光阴，如何能复活？那将领告诉我，他姓刘，乃汉时的王族，而他们的名字叫做战死尸鬼。他们寻找壮烈牺牲的将士，将他们变成尸鬼，以壮大麾下阵营，前往敦煌朝圣。他愿意出手救你，一定不是什么坏妖怪。可贝图寺城内，青壮年尸体全部消失，会不会就是他们用来壮大队伍的？我觉得此事十分蹊跷。虽说当初是被那将领随手一救，但他确实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这些年，他的身上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。陆巡，你带村民找地方躲避。好。尸鬼之乱的背后还有更多祸患。李长史，秦某有一事相求。来，可是与西平郡王有关？正是，
西平郡王将屠城之事嫁祸乌户，恐怕是杨相授意促成。郡王也与杨国忠有往来。形势所迫，哥舒翰将军戍边10余载，战功赫赫，才得以晋封西平郡王。而那贵妃养子安禄山无甚建树，却身兼3镇节度使，受封东平郡王，你可知是何故？安禄山自入朝起，便深得陛下和贵妃欢心，在朝中更有杨家助力。我没明白，既然那个安什么是杨家的人，为何杨国忠还要拉拢西平郡王？安禄山督掌3镇重兵后，已与杨相形成角逐之势，杨相欲寻人取而代之，恰好哥舒翰将军极其厌恶阿谀谄媚之辈，与安禄山素来关系不睦，杨相便上书为将军请封西平郡王。因此，郡王才同杨国忠交好。而安禄山近年来常与乌户使节走动，所以杨国忠要把边境屠城的账算在乌户人头上，扰乱安禄山在西北的布置。可是杨国忠怎么知道边境是谁屠的呢？你们觉得他会知道4个人啊？他一个右相，哪管边疆居民死活，乌户也好，尸鬼也罢，对他而言并无差别。他要的只是与乌户开战的借口，既可以打击安禄山的西北势力，又可以引太子殿下外出征战。如此一来，他便能重新夺回朝堂大权。尸鬼之患早已远远超出了杨国忠的那点算计，祸患一起，所有人都会被卷进去，万劫不复。一寸流光，一缕香，一念伤，不思量。直到寻常，忆往昔中少年郎，心彷徨，大梦一场，微凉。因一转是你的乐章，红尘醉梦醒，泪多一场。多怅望，当我注视风浪。